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在2020年的11月，在江苏考察的习近平来到了南通博物院，参观了中国晚清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展览，称赞张謇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进模范，呼吁中国的企业家要积极地热爱国家，回报社会，传递出商人要把国家利益置于商业利益之上。但是习近平没有提到的是，张謇最后悲惨的结局，不仅在破产中穷困潦倒的死去，在多年以后，坟墓还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之中被当作四旧而毁坏。所以今天这期节目，我们分享一下张謇的故事，感受一个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的跌宕起伏的人生。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1894年7月，中日爆发甲午海战，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，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。当日恰逢暴雨，路面积水颇深，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，衣帽尽湿，两膝泡在水里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。其中有一位官员是著名洋务派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，年过80，因为跪得太久，最后都站不起来了。然而当慈禧乘轿经过文武百官时，竟连头都没抬一下，好像眼前视若无物。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，心如死灰。多年后他说，在那一刻，30年科举之幻梦终此了结。这个人就是张謇。其实满朝文武之中最不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，因为在3个月前他刚刚考取状元，在这1年之后，他就宣布放弃仕途，转而去做一个商人。状元下海办厂是千百年来的一个天大的新鲜笑话。自从隋唐科举取士的1000多年以来，殿试摘贵考取状元是书生最高的荣誉了，从此也就会步入仕途，一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所以说张謇是第一个下海经商的状元。但是张謇的这个决定却不是鲁莽的想法。张謇高中状元的时候已经41岁，已过不惑之年。他出生在江苏南通，家族世代务农。在他的苦读生涯的几十年里，还做过大军阀的幕僚，最远还随军去过朝鲜。人到中年，已经不再是年少轻狂。他深刻地认识到，富民强国的根本在于工业，江南自古就是丝绸之乡，纺织业发达。张謇要办一个纱厂，他起名为大生，其意源于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。当时日本商人获准在上海开办纱厂，张謇颇有与之争利的意思。状元办厂雷声很大，但是实际上却很窘迫。他的创业资金只有区2000两白银，其中的700两还是跟朋友借的。在官职上，他也不过是一个徒具虚衔的翰林院编修，没有什么公权力可以利用。于是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。他公开向社会集资60万两，分6000股，每股100两，预计每股每年可获利22两。他打算以2个月为期，在上海、南通、海门3处完成认购。然而尽管投资回报很是诱人，而且张謇还有一个显赫无比的状元光环，但是募股却很是不理想。很多人对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书生不信任。他去上海招股，数月下来一无所获，还把囊中的钱都花了个精光，只好摆摊卖字，才凑齐盘缠回了南通。张謇连寺庙道观的钱也收，有时凑不了100两一股，连半股也允许，最小的一笔仅37两。募股之难可以想见。1年半下来，最初的6个合伙商人还跑了几个，办厂的钱才筹到不足8万两。一直到了1899年夏天，大生纱厂才算筹足资金开了工。5月23日，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纱出了厂，质量过硬，前半年大生纱厂就赚回利润2.6万两白银。张謇有天生的管理和经商之才，在大生创办之初，他亲自执笔写厂约，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，奖罚措施、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明确规定。每天下午2点，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，有什么问题及时在这个会上讨论解决。厂约细致到对招待客人几个小菜都有规定。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，规矩达195条。在当时，这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水准。大生的壮大几乎全凭张謇的商业才能。在纱厂正常生产后，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，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，开始自己种棉花。
为了不浪费生产纱的棉籽，他创办了长生油厂；又为了不浪费油厂的废油，他创办了大龙造厂；为了利用棉花的秸秆，又创办了大昌造纸厂，同时又可以为大生生产包装纸。后来为了提高运输，又办了轮船公司；为了生产织布机等设备，又办了资生冶铁厂。如此完备而精妙的产业链打造，完全是现代化大工业制造的理念。不仅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，到了现在仍是公认的商业战略。张謇办厂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资金和管理分开，股东只分红，不能干涉厂务。张謇一生都没有让官府插手到企业里来。张謇另外一个伟大的地方是，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凭借自己的权威将企业一点点占为己有，这在当年的制度和人文环境中是多么容易的事情。张謇经商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在他的感染下，2年后，苏州的另一位状元陆润祥也宣布下海创办纱厂，还有一位咸丰朝的老状元则命他的2个儿子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富丰面粉厂。之后无数士绅投入工商业，带动了中国的工业发展，同时造就了大量的中产阶级。这一阶级的出现，在日后动荡的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推动的角色。1900年，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，他们提出抚清灭洋的口号，开始屠杀洋人，烧毁一切新事物，包括铁路、火车、电线，甚至连用火柴都不行。他们还宣称刀枪不入。已经老糊涂的慈禧太后竟然信以为真，利用义和团向各国宣战。但是1个月之后，八国联军2万人就攻陷北京，慈禧仓皇西逃，这就是历史上的庚子国变。北京惨遭洗劫的同时，各国军舰也气势汹汹地游弋在上海港、广州港和长江沿岸，商业富足的南方眼看也难逃一劫。这时候，张謇参与说服了两江总督刘坤一，参与了东南互保。东南互保就是东南各省抗拒朝廷对各国发动战争的圣旨，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要杀头的。东南互保使得东南各省跟各国交好，最终免于战事。东南互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，圣旨被当成乱命，意味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，皇权陨落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的问题了。在东南互保中免尽权力后，张謇继而起草了一份变法评议，提出42条具体的改革意见，呈递给朝廷后竟无任何下文。失望之余，他决心从实业教育入手，在民间层面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。1903年开春，张謇在南通创办学校，那个时候普遍都叫学堂，张謇称学校很是超前。10年后，新生的民国教育部才通令全国一律改称学校。后来他又陆续在南通建立了大学、图书馆、博物院、剧场、俱乐部、银行以及各种公共设施，把南通从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县城建成了现代化的规模城市。梁启超到南通之后，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。张謇经商一生，所积财富无数，大多用于教育和地方建设。他的平常生活十分简朴，每餐不过一荤一素一汤，没有特别的客人，不杀鸡鸭。1912年，清帝退位，中华民国成立，张謇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第1届实业总长。1915年被任命为农商总长。他的在任期间，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，保护民营企业的独立发展，避免官僚主义影响企业。他在创业过程中深受官僚之害，所以他一直认为官方介入企业只会破坏经营自由，与民争利必然导致企业的失败。他就任农商总长后就发布公告，从今天起，凡隶属本部的官办企业全部停办，改由招商承办。但是对于一些大宗的实业，1、2家私人公司无法经营的，那么可由官方先做规划，引起人民的兴趣，然后再交给民营承办。他思想的先进都值得现在的中国政府学习。晚年的张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政治事务和南通模范城的建设，减少了投入大生企业的管理。1914年到1918年，欧洲爆发第1次世界大战，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市场，这个时期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最辉煌的时刻。1919年之后，列强在战后重新开始争夺中国市场，再加上国内军阀混战和天灾人祸，从1920年开始，棉花大幅涨价，
导致大生纱厂开始出现亏损。到1925年，大生集团已经资不抵债，交于债权人接办。晚年的张謇从云端坠下，在最后的岁月里饱受煎熬。在生命的最后1个月，他还去视察江堤，为农垦事业做了最后的努力。最后他因为劳累过度引发高烧。1926年7月17日，一代状元企业家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，8月24日，张謇的坟墓被红卫兵当作四旧毁坏。他的孙女张柔武目睹墓中葬物，他的陪葬品是一顶礼帽、一副眼镜、一把折扇，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，分别装着一粒牙齿、一束胎发。春与人俱老，花随梦已空。张謇的破产和去世意味着世商时代的一去不返。此后中国商界再没有出现像他这样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全才型人物。胡适为他的传记做序言，称他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节目我们分享了圣诞节的由来，同时讨论了中国抵制洋节背后的原因。网友 Michael Kelly 说，要抵制洋节，那就应该把元旦节、38节、5·1节这些都取消，还有学生的暑假寒假都取消。网友蔡成红说，圣诞节是宗教节要抵制，那星期天可是礼拜日呢，一起抵制呀，别休假了，上班上到死。网友子阳真人说，先把西方来的马列邪教抵制了再说。网友张晓峰说，那要不要抵制罗马拼音，那也是洋文化吧。网友奥耶桑丢蛙说，不如也抵制洋服，请维尼还有党高层亲友把西装脱掉吧。网友 H 令说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罢了，共产党官员们怎么不抵制外国绿卡，儿孙通通叫回国。网友康王说，还有一个隐含的意义，12月25日也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的日子，也是中共的老爹苏共解体的日子，这怎么能让韭菜用来过节庆祝呢？没让韭菜去为俄爹和罗马尼亚兄弟默哀，就已经是皇恩浩荡了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，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